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开始讲 HSK4 第13课的词汇。第13课的课文名字呢叫喝着茶看京剧。京剧是中国戏曲之一，那如果提到中国的文化，大概率的我们会提到中国京剧。但是其实呢，现在在中国年轻人当中，京剧已经不是那么流行了。但是作为中国的国粹，我仍然希望它可以传承下去。国粹的意思呢，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精华是它最好的那一部分。那中国有4大国粹，它们分别是中国京剧、中国医学、中国武术和中国书法。在第13课的第一个对话当中，我们提到小夏的爷爷是一名京剧演员，他对京剧呢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。深厚是一个形容词，它可以用来表示感情深切浓厚。比如说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有非常深厚的友谊。我和我表姐感情深厚，经常相互帮忙。小夏的爷爷呢，8岁就开始上台表演。上台这个词呢，有2个意思，在这里表示登上舞台或者登上讲台。我们来看2个例句。一上台表演，他就紧张。今年公司年会，他上台表演了钢琴。上台的另一个意思呢，是上任掌权。比如我们说新总统上台，新总理上台。我们来举2个例子。新领导人上台后，立刻把他撤换了。美国新领导人上台，谁也不知道之后世界经济会怎么样。小夏的爷爷喜欢京剧，小夏呢，受他爷爷的影响，也喜欢听京剧。受什么什么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常用的词组，你们可以这样用：受他爸爸的影响，他从小就喜欢音乐。受台风影响，很多航班都被取消了。你也可以说受影响，就是被影响到。外面很吵，但是他并没有受影响，专注于自己的事情。这次台风很严重，很多航班都受影响。别人说什么不重要，你不需要受影响。做好你自己。在第2篇对话当中，马克这个美国人会唱京剧。小雨对马克说，真没想到一个美国人可以把京剧唱得这么好。真没想到这个词组呢，是用来引出后面出人意料的部分，或者是让人惊讶的部分。你可以这样用：真没想到你们竟然认识。我真没想到他会这么说。真没想到他竟然考了全班第1。小雨很惊讶马克的京剧唱得这么好，所以他这样问马克：难道你从来没有学习过京剧吗？难道这个词用在反问句当中，它经常跟吗、不成等词语一起用，用来加强反问的语气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意思就是你应该明白的，你不会不明白。难道我还怕他不成？你也可以说，难道我还怕他吗？意思就是我不怕他。他告诉我的消息难道是假的吗？在这里呢，表示怀疑，不敢相信。小雨很佩服马克，竟然连中国人都听不懂的京剧也能学会。
在这里呢，小雨想表示惊讶，所以他用了竟然连。竟然加连这两个词呢，经常放在一起使用，表示没想到，出乎意料。你可以这样说：天哪，你竟然连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。我实在太粗心了，竟然连钥匙都没拿就出门了。他竟然连说都没说一声就走了。在第3个对话当中，李老师想申请举办一次关于中国文化的活动。那申请这个词呢，在这里是做动词的，表示提出请求。你可以说，我向经理申请去北京办公室工作。申请呢，也可以做名词，它表示申请书或者请求。比如，你可以这样说：我看到了你想要去北京工作的申请，我会考虑的。如果你想要请假，你需要写申请。李老师为什么想举办这次活动呢？是因为他觉得，如果外国的学生不了解中国文化，就会引起误会。引起这个词的意思呢，是某种事物使另一种事物出现。你可以说，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。他轻轻咳嗽了2声，想要引起大家的注意。经常不开心会引起胃不舒服。校长觉得李老师的建议非常的棒，因为这一方面呢，可以帮助外国学生了解中国文化，另一方面又可以让同学们进行交流。那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个词组并不难理解，我们一起来看几个例句，你就明白了。我学习法语，一方面是因为兴趣，另一方面是因为移民需要。因为家里很穷，他一方面忙着学习，另一方面忙着打工赚钱。这次足球比赛的失败，一方面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训练，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手太厉害了。校长对李老师说，这次活动继续由你负责。那在这句话当中，我们有2个词语可以一起来看一下。第一个词语呢，就是继续。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继续是什么意思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比较一下继续、连续、陆续这3个非常相近的词语，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，又应该怎么用呢？继续，它表示某个事情、某个活动不间断。比如，今天已经很晚了，明天我们继续讨论。我通过了法语 B2 的考试，但是我要继续努力，明年参加 C1 的考试。连续呢，它表示连接不断，一个接一个。比如说，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连续讨论了2个星期了，还是没有结果，明天要继续讨论。为了通过法语 B2 的考试，我已经连续努力了1年了。已经连续下了1个星期的雨，明天还会继续下。陆续，它表示有先有后，时断时续。比如说，同学们陆续来到学校。同学们不是一起来的，有的同学先来，有的同学后来。
他在报纸上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。文章不是一起发表的，有的先发表，有的后发表。这句话当中还有一个词想要跟大家一起看一下，这个活动由李老师负责。由这个词它是什么意思呢？由呢，这是一个介词，在这里的用法是引进动作的实施者。比如你可以讲，这件事由我负责，有什么事就来找我。你只管去参加这个活动，钱由我出。这件事由老板出面解决。校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李老师，对李老师说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来找我。直接这个词的意思呢，就是可以跳过中间环节的。我们一起来看几个例句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去问老师。下班后，我直接回家了，并没有去李老师那里。他下飞机后，没有时间回家，直接去了公司。直接你也可以这样用。这个人说话很直接。意思呢，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绕弯子。在第4篇课文当中提到了中国人的用餐工具筷子。那他说呢，有人专门在网上进行过调查，说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用筷子的方式都是正确的。其实呢，我自己用筷子的方式就是不对的，因为我拿筷子的方式呢，就跟我拿笔是一样的，这其实是不正确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句句子当中的一个词汇进行。他说有人在网上进行调查。那进行的意思呢，就是从事某项活动。今天的会议上，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。我们一定会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，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在第13课最后一篇课文当中呢，又提到了中国的茶文化。那其实呢，茶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它并不是一种饮料，而是一种药。那随着人们对茶的了解的加深呢，茶才慢慢变成了饮料。随着这个词呢，它是一个介词，一般用在句子的开头，表示动作、行为或事件的发生所依赖的条件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好了。那中国人生活越来越好的条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越来越觉得干活吃力。他觉得干活吃力这件事发生的条件是年龄增长。随着我们的接触越来越多，我对他的喜爱也越来越多。这就是我整理的第13课当中我觉得非常实用的词汇了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今天视频当中所有的词汇解释和例句呢，我都整理在 PDF 当中，你们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面去下载。那 Patreon 的链接呢，放在今天视频的 description 当中了。另外呢，我在 Patreon 上面也给大家准备了其他的听力材料和阅读材料，欢迎大家的光临。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